前2天跟我们搓了个澡，某些东北的灵魂就被唤醒了，现在后果无法收场了。他现在上幼儿园，管他同学叫男兵，这本来是老师也没管，但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了。昨天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，说张大铁为了推广奶育，在英语课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就是上周有一天，我感觉天太冷了，我就找了一个泡澡的地方。我本来还担心张大铁从来没去过澡堂，我怕他搓澡害怕，我还特意叮嘱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你呀，今天也别搓了，那孩子肯定害怕，你俩冲冲就行，直接上楼。结果这爷俩就进澡堂了。张大铁一脚迈入澡堂，穿过赤裸裸的人群，直奔大池子，跟池子里6个老头聊了10分钟水温，自己拿手牌就去搓澡去排队了，不搓都不行。张大铁是上了搓澡台就不下来，醋搓奶搓全都要。他爸在旁边发现这孩子脸朝下5分钟都不动弹，叫他也不回答，以为给孩子搓过去了呢。他爸就赶紧钻到那搓澡台底下看，结果他爸在底下透过搓澡按的那窟窿，看着张大铁的表情是这样的。Nice。我听完他爸描述张大铁在里边的种种行为，我第一次相信人是有前世的。张大铁的前世就是东北澡堂的大堂经理，他是带着记忆来的。北京澡堂子里蒸腾的朦胧水汽，对他来说就是记忆里故乡的鱼，故乡的鱼。最后我和他姐在楼上等我们家里的男宾，等了45分钟，因为张大铁搓完海泡不出来，全家在洗浴中心又吃又洗，回家都半夜了，全家人精疲力尽，想起来还得给车充电，但谁也不想动。还好我们开的领跑 C01是一台纯电续航很长的超级增程车，300加公里，今天跑了1天，还剩134，明天出差要去机场也够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像我们没有加充，周末出去逛一逛就可以快速补能。我本以为张大铁对搓澡的热情离开了也就忘却了，但是直到昨天我才意识到，这个搓澡的灵魂，它一旦被唤醒，它再也扑不灭了。张大铁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他，我寻思啥事儿呢？结果老师说张大铁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。我一听我赶紧道歉，我说他是在欺负别的小朋友吗？老师说那倒也不是，迪兰也倒汤，你哥俩互相搓奶浴。我说这个老师实在对不起，我回家说他，然后老师你就不要再给他牛奶了。结果今天老师跟我说，奶育文化在英语课的尾声又出现了。我就想，那他奶是哪来的呢？我就问俺家阿姨，我说你是上学的时候给他带饮料了吗？阿姨说没有啊。我实在是好奇，我就翻看了一下我家摄像头。自从我开始看监控录像，我不光发现了张大铁是怎么实现去幼儿园奶搓的，我还发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东西。这去哪个出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是醋。你这是干啥呢？不起，让我猪节上我，猪节上我。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说咋的了呢？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，气温达到了26度，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。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，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，不能上班了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，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。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，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。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，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，就写着此房出售，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街区一到夏天，3伏和3七不一定谁先来，不一定谁先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，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，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，它也没有空调。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？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、看电影、搭积木。其中一个患者呀，就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，但是女性视角电影《芭比》已经看了6遍，看了6遍。但是这些项目呢，温蒂不是很喜欢。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、美容店，还有空调，还给他去皱。但是呢，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，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、搭积木啊，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，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。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看我在那做 SPA，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？我们这都有空调，哪儿都有，不用蹭。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，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。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，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后来我是有点焦虑。26度给热成这样，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，能不能出机场啊？不得碰瓷儿啊？然后我一说，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，他们说没事，不可能有我们的热。大胖姐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，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，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，大马路上摊鸡蛋，车前盖上煎五花。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？温蒂说哎妈，中国人挺饿，中国人挺饿的，怎么搁哪不做饭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，非常嚣张，要这个周游华夏，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，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，记得稍微有点杂，跟我说要去云南看
看兵马俑，去内蒙古看大熊猫，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，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，就是这么一个路线。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，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，问我这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。我说你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，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，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。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！我没吱声，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，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，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给他关酒店，开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美容。雅萌双蛋白美容仪，我还真挺爱用，简单3滑，激活半脸的双蛋白，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，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。我聊会儿天时间，半边脸就打上去了，主打一个高效淡纹，在家也能高效保养。但是我还是有心眼，我看他们这么抠，这么虚，还要玩的这么野，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。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，我研究的明白。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，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。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，就说温迪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。温迪听说之后特别感动，跟我说，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，热情又慷慨，而且啥都不图，啥都不图。因为你得多喝热水。我家这大胖媳妇儿现在应该是北京朝阳区所有外卖小哥的暗杀对象。自从她来到北京，应该撩疯过无数个外卖小哥。大胖媳妇儿跟我说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难的事儿就是点外卖，点本身不是问题，现在烤冷面、半鸡架人家都会搜，问题是接外卖。我说为啥？他说因为外卖小哥会迷失，会脆弱，会崩溃，然后会给他打电话求助。但是大胖媳妇儿的汉语水平呢，自己都老丢，根本听不懂。那天有个外卖小哥给他打电话说，你家是20号楼啊？大胖媳妇儿说是。然后外卖小哥说，我在西新超市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我在家呢。因为我家这小区楼很多，门也很多，所以就老有外卖小哥找不着。大胖媳妇为了吃呢，就得非常努力的背怎么给他们指路，死记硬背。他上周刚刚背诵下来，如果一个小哥从南门进来找不着，应该怎么指？照镜子，看着镜子作怪。但是呢，每个小哥他走丢的方式各不相同。刚背完从南门进来的指导全文，下个小哥打电话人从北门进来的全白费了。为此他还自己画了一个思维导图，这是我见过的人类史上最高级、最复杂的接收烤冷面流程图。人家说这个东西学名叫统一建模语言，从南门进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就怎么通过亭子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，不是，那将自动被推送到北门或西门系统。北门进来的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通过鱼池再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，不是，再推送到西门系统。最后通过各种地标把所有目标都引流到红色儿童滑梯。流程图人都配备完了，现在每次一接外卖电话之前就站在黑板面前有备而战。但是架不住的是，人有的外卖小哥他不咋说普通话。昨天那外卖小哥河南口音，那俩人的电话打的呀，那外卖小哥说，我招不住你啊。大胖姐老紧张了，放下吸尘器过来找我呀。他要捕捉我。你好，小白，我招不住你啊！那也不够我，这咖啡给鼓掌发了，我上北了，我上北了。因为沟通不明白，小哥总急眼，大胖媳妇都不敢开门。幸亏咱家装的凯迪士 K70千里眼智能锁，有人在门口逗留，小程序会提醒预警，一键查看情况，画质超清晰。有急事还能用室内屏联系我，出入直接刷脸挥手，方便可靠。昨天又整疯了，我看他陪孩子背古诗，我非常开心，我想给他设置一个惊喜，鼓励他一下子。那鼓励他啥呢？我就给大胖媳妇点了一份半鸡架，他都不知道，突然间有个外卖电话就来了。这外卖小哥是东北的，真的要骗你都不是人。这位外卖小哥找不着路时候的沟通方式非常的魔幻呢。他是这么说的：那我在那个西新超市门口呢，我现在屁股朝北，我咋整？大胖媳妇非常懵啊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但是 who are you？ 对方说，我送外卖的呀，我导航瞎导，我没找着山单元呢，哪有山单元呢？我顺导航都导出去了都。我现在呢，我就搁这超市门口站着呢，我脸朝南，屁股朝北。我现在大胖媳妇就非常不解，赶紧把电话给我说，你跟他说，他如果迷路了，我可以去找他。但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屁股朝北呀？咱们不都是屁股朝下吗？朝下吗？最后为了这半鸡架，出去找的人家接的这外卖，都接着半鸡架了，还特意回头瞅人一眼，完跟我说，这不也朝下长的吗？也朝下长。